與織田集團的帕瓦哈拉相比，現代黑心企業裡面的 PUA 上司簡直是不值一提。所謂帕瓦哈拉是一個日語詞，其實就是 Power Harassment 的日本特色簡化，形容地位更高的人利用權力騷擾下屬。近年來，隨着日本社會層面對於這種現象的容忍度降低，但是經濟不景氣又導致遭到帕瓦哈拉的人正在增加，相關話題在日本也是越來越熱。今天的日本戰國社畜系列依然是聚焦這些更實際的個人的戰國實際生活狀況，以織田信長對下屬，尤其是對明智光秀的帕瓦哈拉相關記錄為例，看看日本戰國大名和家臣之間的關係。這裡是巫女花散裡演繹日本歷史與傳奇的頻道，記得先點讚關注哦。首先，信長的性格看起來就是居高臨下的強勢類型。安土城的耶穌會傳教士就寫下了，信長幾乎不會叫別人的名字，而都是說你。他完全不聽家臣的話，說話聲音也很大。在開始執行困難的計劃時，信長總是大膽無畏，無論什麼事情，人們都要服從他。而且信長在日常對下面的人非常過分。歷史學家山岸良二就考察過，信長造訪大和國一間寺廟時，僧侶們為了表示歡迎，用一個大盤子裝了些餅子送給信長。信長吃了2-3個之後，就對隨行們說：“挺好吃的，你們也吃。”然後就把餅子扔到路上。隨行們只能分食這些沾了泥土和馬糞的餅子，這已經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範圍，很難想象這種事如果發生在現代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另一方面，信長作為管理天才 ，PUA 下屬也是得心應手。如我在看懂统辖间系列視頻中提到的，他越級安排人去做該做的事情，然後在深夜突然出擊，逼迫重臣們隨他出陣。路過容易被埋伏的小道遭到反對時，也是沒有解釋理由強令行軍。而到了信長生涯的中後期，全日本都知道明智光秀和羽柴秀吉是织田軍双臂，但是他們在職位上的地位卻比較曖昧。而藤井順慶、细川藤孝、荒木村重這些做最多事的重臣，組織結構中卻被放在了幾個軍團長之下。也就是說，信長是故意不給家臣們穩定的職務和地位，組織方式相當的黑心企業。那麼，為什麼他的部下會服從如此的信長呢？作為黑心企業，當然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恐懼。部下們在害怕信長的同時，卻也親眼看着他一步步地實現了原本只是不切實際的夢想的過程。這就像是第一個宣揚996-007文化的企業，結果迅速發展到了不可理喻的高度，員工們便會開始自己給自己找借口，把苦難合理化。明智光秀得到了織田信長極大的信任。關於明智光秀，實際上他的前半生還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目前還不清楚。他明確的活動開始於永祿11年，他被認為是為室町幕府的最後一位將軍足利義昭工作，努力為義昭和信長的接觸做準備。之後，光秀開始為義昭和信長2個人服務，從而登上了歷史的舞台。然後，當足利義昭和織田信長的關係惡化時，光秀選擇成為信長的家臣。元龜元年，他參加了信長對若狹、越前、近江等多次軍事行動，並且表現極好。光秀的能力也得到了信長的高度評價。他被賜予了戰略要地近江滋賀郡。光秀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高松城，然後忙於與參加了信長包圍網的朝倉家和淺井家戰鬥。元龜4年，他推翻了起兵反信長的足利義昭，從此被公認為信長的家臣。之後，光秀參與了京都所帶師的工作，以及在朝倉家滅亡之後的越前內政。事後的記錄來看，光秀的這些工作都得到了信長的高度評價，並且繼續被安排更重要的任務。但是與現代不同的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馬，長距離的移動對於各方面來說都是相当大的負擔。信長把相互距離很遠的多個任務同時安排給光秀，可見這個時候他已經是一位橫行霸道的上司了。明智光秀的好友京都的朝廷官員吉田兼見的日記《兼見親記》中也有，光秀病重，他實在是過於辛苦，軍中傳言他已經累死了，但是信長的任務並沒有減少。明智光秀的妻子玉子邀請吉田兼見一起去神社為光秀的康復祈禱，可能是祈禱有了效果，光秀從疾病中奮力恢復工作。這件事應該是真的，因為岩記親記也記錄了同一時期明智光秀患病，軍中傳言他伴隨着劇烈的腹痛和腹瀉，痛苦地死去了。不過現在一般認為明智光秀這次病沒有他們寫的那麼嚴重，可能是突然患了腸胃疾病。但是與織田信長交往甚密的三科岩記這樣寫了，至少信長本人應該是知道光秀病倒了，可是他並沒有給光秀太多的休息時間。雖然信長在獎賞部下方面並不吝嗇，基本是論功行賞，但是無論這些家臣有多大的功績，信長也並瞧不上他們。信長可以為出色的工作者們舉辦宴會，和他們稱兄道弟，甚至親自為他們奉茶盛飯。
但這些都只是管理行為。織田集团的企業願景是天下布武，是征服民國400餘州，分封指示，這些都是織田家的事，家臣們只是執行者。隨着明智光秀功績越來越大，他也確實成了織田軍中升職速度最快的人，第一個城主，第一個國主，領土最大的家臣都是他。至今都有明智光秀一度成為了織田家家老筆頭的說法，但是這些並不能改變實質。在武田家滅亡之後，就在之前剛剛給了明智光秀、織田信忠、德川家康、木曾義昌賞賜之後的慶功宴上，明智光秀說道：“我們確實做得不錯呀，能走到這一步真是太好了。”信長聽後勃然大怒，抓住光秀的領子，把他的頭撞在地上，大罵道：“你這個家奴怎麼說話的？”揚言要收回丹波國。也有記錄說，明智光秀不喜歡喝酒，在一次宴會上，信長心情不錯，勸光秀喝酒，卻遭到了光秀拒絕。信長當即發怒，便拔出短刀放在明智光秀的嘴邊，命令道：“你是喝這碗酒，還是喝這把刀？”當然，這些記錄是否真實可信都有爭議，但是信長也絕不是只对明智光秀這麼過分，他對其他的家臣糟糕对待的記錄也很多。天正9年，織田信長從他的居城安土城出發，前往琵琶湖的竹生島朝聖。信長的女官們預計，如果信長去了竹生島，他肯定會在返回時先去家臣羽柴秀吉的長濱城過夜。於是他們去了離安土城很近的山石市休息。然而他們猜錯了，信長當天就回到了安土城。回到安土城的信長發現女官們都不在，非常生氣。他命令山石市的长老把這些工作摸魚的女官們綁起來送回去。嚇壞了的女官們於是請求長老向信長求情，只要保住他們的性命就好。山石市長老於是請求信長从轻處罰，結果這激怒了信長，他當即下令處決了所有的女官以及替他們說情的長老。這長老真的是倒了血霉了。在工作上的信長也是喜歡突然提出要求，然後強行推進。《兼建清記》中也記錄了這樣的事情。天正3年9月24日，信長的家臣春井真胜半夜突然來到吉田兼建的家中。真勝對兼建說：“明天信長要去山中英烈，就在這附近，所以希望你到時候準備好茶和點心來接待。”兼建回答：“我知道了。”但是心裡想的怎麼會這麼急？然後在25日凌晨，他已經準備好了茶和點心。大約在上午8點左右，信長在伊城市附近進行應授。兼建隨身攜帶了烤栗、豆糖、橘子、柿子、金糖、魚乾和山藥前往。他不僅向信長送上了這些點心，還給信長的助手們準備了500個烤筆。這個數字應該是相當大的。儘管是在前一天的半夜突然收到的請求，但是他能提供這麼多東西，可見吉田兼建這位當時頗為活躍的朝廷官員，確實是一個相當有手腕的人。大約在中午，信長等人在赤山舉行了茶會。茶會中途，吉田兼建先行離開。9月27日，吉田兼建收到了信長為答謝接待贈送的禮物，只是一只英烈時抓到的鳥。此外，天正4年10月18日，吉田兼建也收到了信長的命令，是要他準備鋪設在茶道座敷亭上的小石。雖然沒有寫明截止日期，但是兼建想到了上次經歷，在第2天就送去了20小時，成功被 PUA 了。這種管理者的突然襲擊，在現代當然會被認為是無能的體現，說明這位上司缺乏溝通能力和管理下屬預期的能力，而且是一種帕瓦哈拉行為。但是日本戰國時代畢竟是動不動就有老爹命令嫡长子切腹的世道，可能也不止信長一個人這麼做。制作這期視頻的動機是在網上看到了一個以西游4人為藍本的團隊建設激勵海報，實在是過於傻逼，不得不發。私以為這實在是過於愚蠢了，人類的組織方式早已經徹底改變，歷史唯物主義絕非歷史循環論。織田信長在當時的日本絕對是管理的天才，他的很多故事可以用來指導後人的戰略戰術，但是他的這些對下的微觀手法放到當代，效果可能好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呀。我一直以為一個公司的老闆如果自認為從資治通鑑中汲取到了道，那麼他很有可能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自認為從資治通鑑中汲取到了術，那多半會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內部文化。我不特指是哪一家公司。在我大一時，一位大3的學長也舉過《西遊記》4人的例子來說明如何構建優秀的团隊。我希望拿出以西游4人為藍本的團隊建設激勵海報的人只是單純的壞，並非出自真心，否則的話，這大學生水平的對團隊管理的理解，事業怕是更走不遠。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關注哦，我們下期再見。